你好，我是阿力啊。我们这两天呢都遭遇了这个今年以来最糟心的这种下跌的行情，而且这次下跌呢有点莫名其妙啊。本来这个加息啊缩表的利空已经出尽了，该涨了啊。那么真的是非常的莫名其妙啊。那么之前看到推特上有人说这个 Luna 爆雷啊，也是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那么直到今天比特币被砸到将近3万点啊，可能已经低于3万点了，这个时候，那么大家才意识到啊，原来一个稳定币的爆雷还真的会带来市场的恐慌。我们今天视频就着重来聊一下 Luna 以及这个 UST 稳定币这种是怎么导致这种黑天鹅市场的下跌的行为的啊。那么我们从中能学到一些什么呢？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我还是要不厌其烦的跟大家推销一下我自己的这个电报会员群啊。那么可能很多朋友对于我每天的这种晒单啊，感觉非常的不爽，但是呢，我也想不出来除了晒单之外还能怎么样能够证明啊，我真的是可以带你去赚钱的呢啊。希望大家呢多多去我的这个会员的缓冲群里面去围观。那么感兴趣的话呢，找我的助手去私聊进群，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好，那么我们言归正传啊，要聊这个 Luna 的这个死亡循环啊，还是压力挺大的。我之前呢是一直不喜欢这个代币啊，那么以至于多看一眼都觉得是浪费时间。但是呢，今天为了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呢讲清楚，我还是耐着性子啊看了很多的资料。那么要谈这个算法稳定币 Luna 呢，就必须要谈谈这个 Terra。那个 Terra 是这个亚洲最大的稳定币项目啊。那么其实说白了也是这个韩国人做的啊。那么起初它是专注于亚洲的电商支付的领域啊，它是基于这个 Cosmos 的框架搭建的一个区块链协议，是一条单独的链。在这条链上，这个 Terra 开发搭建了一个稳定币网络，发行了多种法定货币的锚定币。那么 Terra 发行的稳定币就是这个算法稳定币啊，在进行跨境支付时啊，提供更多的这种稳定性啊。那么注意啊，这些稳定币的背后呢，并没有这种比特币啊、以太坊或者是美元之类的类似的这种支撑的资产来支持它，而是由 Terra 的原生代币 Luna 进行背书啊。那么大家听明白了啊，就是互相锚定啊。通过使用稳定币啊 ，Terra 加密货币的生态系统提供低费用啊、即时结算和无摩擦的跨境价值交换，为零售交易提供动力啊。那么说到这里，什么是算法稳定币呢？算法稳定币顾名思义呢，就是一种依靠算法进行调整市场的这个货币的总量，在稳定币价格高于锚定价格的时候啊，增加市场供给；在稳定币价格低于锚定价格的时候啊，进行回收处理，或者呢以提供套利空间呢平衡稳定币的价格。那么这种模型的成立呢，不锚定现实法币，无需抵押稳定币，全凭市场意愿和算法进行调控啊。市场呢又把它称之为这个弹性的货币。所以大家听到这里都明白了啊，它是不锚定任何的这个现实的法币啊，全凭市场的意愿和算法。所以说当有漏洞的时候啊，就会被人利用。那么这两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看这个图片啊，那么这是我准备视频时候的这个截图啊。那么这就是 Terra 的这个 Anchor 借贷的质押平台啊，目前显示年化收益率是 20.41% 啊，是非常非常的高。意思呢就是你手里面呢只要有大量的以1美元去购买的这个 UST 的稳定币，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把这个你的稳定币呢在这个平台上质押进去，年化收益率就有 20.41%。所以说这个平台呢吸引了大量的 UST 在里面质押根据很多博主的截图啊，这个在3天前这个质押的规模还在140亿这个 UST。我们目前呢只看到只有70亿了，一半以上的 UST 都去跑路了，都去这个套成 USDT 了。那么 UST 的总量到底是多少呢？根据这个网上的显示啊，它只有186亿个，也就是说之前超过 75% 的这个 UST 都在这个平台进行质押，大多数人在这里都是白嫖这个 UST 的收益。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的质押，那收益是怎么来的呢？一部分呢是来自于 UST 放贷的钱和抵押物质押的钱啊。我们刚才看的这个图片啊，有人质押也有人借贷，那么这个借贷会产生一定的收益，但是呢这个收益呢只能够维持 UST 质押白嫖走的这个1/3
剩下的这个亏空呢，只能由这个 Luna 基金会来填补。那么基金会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么毫无疑问啊，就是向这个场外进行融资。我们看这个截图啊，那么如果你明白这个庞氏骗局你一定会就会看懂了。那么这就是击鼓传花。那么你的项目本身并没有产生它内部的这个收益钱不够了就从外部进行融资。那么这样的经营模式一旦遭遇黑天鹅事件，就会产生踩踏事件。那么而且呢，我们前面说到的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那么接着看，那么有网友发现有一个平台叫 Abracadabra Money。Abracadabra 翻译成中文呢就是咒语的意思。那么这个平台是做什么的呢？是给 UST 质押，是加杠杆的。我们刚刚也提到了，稳定币质押的活期年化收益率达到了 20.14%， 已经非常夸张了。那么你还可以通过 Abracadabra 的一番的骚操作提供一个叫做The Gun Box 的策略，然后呢把 UST 在上面抵押出 meme然后呢再到这个类似于 Yawn 或者是 Curve 的平台呢循环质押收回 Anchor， 最高可以拿出8倍左右的杠杆，让年化收益率达到 160% 以上那么大家听到这里也能想到如果说一旦 UST 跟稳定币脱钩了，那么不再是$1的价值了，那么风险就会叠加就会导致踩踏。那么这就来了那么这3天以来就是有人在做空在做空 Luna 和这个 UST。 那么这个苗头呢其实是从5月7号就开始了，当时呢还是有0%几的这个波动但是时间到了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再也绷不住了，大家看图片就是狂泻不止那么在这里插一句5月6日的时候 Luna 基金会发布新闻宣布他们购买了3万亿枚的比特币因为他们拿到了$15亿的融资。而 Luna 基金会的 Doncoin 昨天晚上呢还在发图文表示是让他们拿到了$15亿的借贷呢一部分是用来买比特币，一部分来买 UST， 不会卖掉比特币去救这个 UST。 但是呢根据网友们追踪他们的钱包地址发现在美国西部时间今天中午大约11、2点的时候，Luna 基金会卖掉了42530个比特币，2个小时后又买回来了28205个。但是呢无论他们怎么操作呢，也是无法挽回 UST 和 Luna 的暴跌。目前他们手里的这个比特币呢不会超过3万个了，相信大家看到视频的时候会更少。而且最关键的是很多人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么就会越发的激发更多的人去接受他们这个抛掉的比特币以及去做空 Luna 和这个 UST 如此呢就完美的让他们进入了更加完美的这种死亡螺旋进行下去那么截止到目前，这个 UST 的价格呢是这个 0.68， Luna 的价格是28。好，那么我们讲到这里，相信大家都明白了那么这3天连续的比特币下跌的罪魁祸首是谁大家也都知道了。那么 Luna 基金会自己没有把握好这种风险的控制导致了自己成为这个庞氏骗局的一部分和这个罪魁祸首。而且呢他们试图去购买比特币和以太坊来绑架整个币圈，但是呢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水，他们整个这个庞氏骗局呢在很早期的时候就有人提到过我当时也是看到了，但是呢我当时认为跟我这个没多大的关系，我不去碰它就行了没想到今天这个骗局呢它竟然能够带来整个币圈如此大的波动，以及波动到我的资产了。那么看来以后还是要多多提醒大家此类的骗局否则的话等这个雷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最后一定会波及到自己的那么我个人的观点呢是，我宁愿看到 Luna 以及 UST 一步步归零，也不希望有任何的机构或者是个人去拯救他们这样呢我就会给其他想在这个币圈想去作恶的人一个警告莫伸手，伸手必被打。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所有的内容了，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思考我也会持续不断创作更好更有价值的内容，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